这是4个不同的故事，讲情和爱，也讲人和事。第一个故事关于邂逅。高远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审计员，3年来，他都会在每周2的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飞机出差。年纪轻轻的高远早就对这份重复奔忙的工作失去了热情。这3年的每一天都像一潭死水般，没有新的故事，也没有新的人。这天，改变这一现状的事情发生，但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。高远这次的任务是到榆林送一份重要的合同。就在飞机起飞前，他因为没有通过安检被带走做进一步检查，最后确定是机场的探测器出了问题。这场乌龙直接导致他延误了航班。高远十分恼火，气头上的他将这一切怪在了安检员石小玲头上。石小玲很内疚，到榆林的飞机1周只有1班，于是石小玲带着他加了个到西安的候补，这样之后再坐长途车中转也能到榆林，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。高远颓然地蹲在机场，老板指责他为什么会误了飞机。大家准备了3年，他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榆林。西安的航班很快有了空位，放下心来的高远有些后悔刚才对石小玲发脾气，认真地向他道了歉。这次高远顺利通过了安检，却被告知因为天气原因航班延误。这估计是高远这3年来最倒霉的一天。这次他连脾气都没有了，抱着随缘的心思坐在候机厅。石小玲买了份鳕鱼汉堡和咖啡递给高远，正好是他平时的口味。石小玲说这是他猜的，他想猜什么都能猜到，比如高远的祖籍，或是他的感情生活。高远有些惊讶，石小玲又拿出一个打火机，那是他以前一直用着的。高远十分不解，问这个打火机为什么会在他这里。石小玲回答是他送给自己的。高远搜寻着自己的记忆，他对这件事完全没印象。石小玲的身份更让他充满好奇。石小玲表示两人确实不认识，但自己已经见过他上百次。3年前高远第一次来机场，连超大的行李都打算带上飞机。2年前高远送女友出国，面对离别的他哭得伤心欲绝。此时石小玲也远远地看着他。1年之前，高远喝得酩酊大醉过安检，检出的打火机便直接送给了石小玲。至于籍贯，是因为石小玲看过他的身份证，头4位代表的就是户籍所在地。机场有16条安检通道，石小玲遇到高远的机会是1/16。从看到高远的第一眼起，他就相信早晚有一天能认识他。前往西安的航班恢复，高远愣愣地往前走，脑子里回想着石小玲的话，努力记起他出现过的画面。于是高远改变了决定，他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候机大厅。石小玲却已经坐着机场班车离开，但没关系，他们总会认识，也总会再次相遇。第2个故事关于造人，主人公是数学家王勇和他的妻子雪莲，两人是大学情侣，毕业后没有劳燕分飞，而是选择了结婚。这些年感情生活一直十分和睦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。朋友顺利产子的消息传来，两人抱着脆弱的小宝宝，心也柔软了许多。于是王勇和雪莲决定用最强壮的身体，抓住最好的时间，孕育一个健康优秀的宝宝。宝贝计划拉开了帷幕，雪莲制定了科学求子的计划，从两性瑜伽到助孕食谱，再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受孕时间，甚至运动前的体温都要达到一定标准。一番折腾后，非但没有成功，王勇甚至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，两人也因此发生了争执。某天，雪莲决定稍微改变一下战术，这招确实奏效，但关键时刻他又拿出了体温计。王勇顿时没了兴致，将墙上那堆科学生育的表格撕了个粉碎。如果性不是因为情动，就会变成一种任务，这种任务也给王勇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。于是他苦思冥想，从数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，用阿基诺法和体温法发明出了一套为他们两人打造的科学公式，算出来了每个月的最佳受孕时间，甚至精确到了小时。有理由怀疑王勇是被科学求子法搞魔怔了，毕竟用数学推算最佳受孕时间也是件挺离谱的事。于是两人的宝贝计划 Plan B 开始实施。在最佳受孕日来临前，王勇又亲手做了一个体位动力床，结果不仅没成功，还弄伤了雪莲的脖子。身心俱疲的雪莲来到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王勇担心她的安危，也赶忙驱车跟上。于是这次本性释放的野河给了他们意料之外的惊喜，让两人成功孕育了爱情的结晶。第3个故事关于爱与背叛。阿美和情人在十字路口遭遇了车祸，丈夫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，万幸阿美只是轻微脑震荡，但情人却没有那么幸运，脑部受损严重的她昏迷不醒。医生询问两人和病人的关系，阿美表示只是同事。回到家，桌上摆满了凉掉的饭菜，阿美好奇地看向丈夫，她淡淡地说因为昨天是结婚纪念，所以多准备了一点。阿美闻言没什么特别的表示，丈夫默默地倒掉了桌上菜，开始一丝不苟地打理厨房。警察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，分析事故的起因是路口的红绿灯出现故障，于是这场车祸被定性为意外。阿美看着昏迷不醒的情人，心里开始动摇，反思自己是否应该回归家庭。她翻看着和丈夫的结婚纪念册，脑海里全都是两人甜蜜的过往，那时他们还约定要相爱一辈子。阿美掩面痛哭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。深思熟虑后，她决定和丈夫重新开始，
做一个合格的爱人以及妻子。阿美在超市采购一番，然后早早回家准备了晚饭。餐桌上的氛围还算和谐。阿美握住丈夫的手，说自己之前一直没有好好照顾她，希望她不要生气。丈夫笑了笑，两人找回了久违的激情。丈夫却在关键时候停了下来，他让阿美早点睡，自己独自来到书房。阿美不解地追出来，丈夫正专注地看着电脑，近来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。阿美气恼地质问他白天电脑晚上电脑究竟在干什么，说着就做事要抢。丈夫一把推开她，阿美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自己，丈夫却上前抱住她，说自己很需要。在丈夫这里受了委屈的阿美来到医院，握着情人的手说自己很辛苦，脚踏两条船确实辛苦，不开心不幸福可以选择离婚，无论怎样都不是出轨的理由。情人王耀也是有家室的人，他的妻子挺着大肚子来到医院，看到守在自己老公病床旁的阿美，女人表现得十分平静。阿美回到家，近来她和丈夫之间似乎总隔着什么。某个午后，丈夫给熟睡的阿美盖上了毯子，接着便离开了家。阿美醒来后，在丈夫的桌上发现了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是她和情人私会的照片。电脑桌面上有一个红绿灯系统。原来细心的丈夫早就发现了阿美的异常，他不知道怎么挽救濒临崩溃的婚姻，被嫉恨冲昏头脑，只想报复二人。于是丈夫黑进了路口的红绿灯系统，将信号灯延迟了5秒，这才酿成了车祸。事发后他并不觉得开心，心里反而压了块更沉的石头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阿美，更加不能原谅自己。此时丈夫正站在路口，想要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以此弥补犯下的错误。阿美意识到丈夫准备赴死，她一刻不敢耽地来到路口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不久后，昏迷的王耀醒了过来，警察也根据线索找上了阿美的丈夫。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，包括阿美和王耀，也包括酿下大错的丈夫。第4个故事关于重生和救赎，主人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，他们是知心爱人，也是花样双人跳伞的默契搭档。原本两人的运动员生涯光明璀璨，女孩嘉欣却误入歧途被开除出队。嘉欣染上了毒瘾，众叛亲离之际，只有男友海乔一直陪着她。从戒毒所出来后，海乔希望嘉欣能早日归队，但不光嘉欣自己没有信心，教练也不认为她还有这个能力。于是海乔被强制安排了新搭档。绝望的嘉欣试图再次靠吸毒麻痹自己，海乔在最后一刻找到了她，拼尽全力将她拉了回来。两人不顾旁人的眼光，炙热地爱着对方。短暂的平静和幸福过后，嘉欣还是决定了结自己，她不想拖累这么好的海乔。海乔再一次阻止了嘉欣，并带着她来到山巅，像以往两人一起跳伞一样，将自己和她锁在一起。海乔将是否打开降落伞的选择权交给嘉欣，这里海拔1800米，他有25秒的时间选择是生是死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海乔都陪着他。两人相拥着跳下悬崖，等待他们的是粉身碎骨或重生。嘉欣脑海里走马灯般闪过和海乔在一起的画面，他是唯一永远站在自己身边的人。嘉欣打开了降落伞，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爱他如生命的海乔，活下去都是值得的。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